男人出生便是天生绝脉，医生更是断言他活不过20岁。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男人拥有无与伦比的武学天赋，任何功法只要被他看上一眼便能学会。仅仅是在10岁的年纪，便已成为了能够创立功法的武学宗师。但男人将自己创立的功法展示给父亲时，却遭到了他的辱骂。你真以为自己是个大宗师吗？刚出生就害死了你的母亲，现在还想用这种垃圾功法毒害我们全家吗？之后男人更加陷入了绝望。我从来没有想当过大宗师，这么多年不断的练武，也只为了让身体变得健康而已。突然，庄内嘈杂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快走吧，听说今天中南派的高手要来。中南派正是江湖中9派一帮之一，被称为山西第一门派的名门大派。但中南派的到来让男人内心更加愤怒。他的父亲提前就禁止他接近今天到来的贵客，只因他出生就害得母亲难产而死，如此晦气之人怎能接近贵人？一番思量之后，男人还是缓缓朝着人群中靠近。隔远看一下应该没什么吧，说不定他们施展武功我还能学到。此刻郑家大门之中缓缓走进几道身影，其中领头之人让所有人都大惊失色。他竟然是民族。民族可是传说中神秘的种族，他们拥有长生不老的寿命，在人类眼中就如神仙一般，而且他毫无气息波动，这种内功都内敛在身体之中，简直可怕。男人的父亲见状连忙恭敬上前迎接，您亲自光临寒舍，真是让我蓬荜生辉。在下郑家家主郑大明。前方女子连忙回应，应该是我们，谢谢您的款待，我是中南长老吕仙。闻言此人竟是长老，周围众人更是恭敬低头。郑大明连忙转身邀请吕仙进入房内，这时的吕仙却不慌不忙转头扫视了周围一圈，这其中竟让他有了意外的发现。接着指了指前方，家主你这个儿子目光清澈，很有慧根，是个可造之才。郑大明闻言脸色一变，我家老三从小就修养不足，是个问题孩子。男人此刻却并没继续待在那边，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看到这些人让我眼界开阔了不少，这段时间自创的功法一直未能提高，正苦恼后续要练些什么，刚好有了灵感，练剑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回到屋内的中南派几人开始商讨起来，此处的地气这么好，怪不得霸剑宗想得到这里。我们的反攻计划是不错，但是我担心会牺牲这个家族。一旁2名弟子顿时自信开口，我们可以在他们进入宅院之前就将他们解决。吕仙闻言却并没继续说话，一脸担忧，但愿如此吧。霸剑宗可是我们这些正派最大的敌人，虽然担忧这件事，但是自从见过那个孩子后就一直想起。芸芸众人中唯有那个孩子显得如此清澈，他到底有什么奇妙之处？随着夜渐深，男人还在不断研究着功法。为什么我的百会学会这么大？这1年修炼下来，头部的气还是在逐渐变大。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不到5年我就会死亡。不能找到解决办法的话，我仅只有这几年可活，我该怎么办？我真的能够阻止死亡逼近吗？突然一股强烈的杀气从远处的院子中涌出，男人朝着布满血光的院子看去，浓烈的杀气还在不断蔓延。随后他拿起长剑连忙跑了过去，越接近血腥味越浓，而且院子中现在太安静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院子门口的是什么？难道是阵法？下一刻他直接闯入阵法之中，顿时让他愣住。明明白天还活生生的仆人们，现在全部成为了尸体，这让男人有些惊讶。郑家庄发生这种事我竟然没有发现，难道是因为阵法的缘故吗？突然一道声音从男人背后传来，竟然还有人活着，蠢货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你应该乖乖躲好才是。后方几人大笑起来，可能他就是个短命鬼吧，送他上路得了。前方壮汉手中凝聚内力，上前就要将男人头颅捏碎，这就是你的命，不要怪我。男人却丝毫不惧，伸手直接将壮汉手腕捏住，只见他手掌稍微一用力，瞬间壮汉的手掌被捏得粉碎。这一幕直接让周围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看了过去，几人连忙拔出手中长剑，小子你是谁？男人却毫不停留，长剑拔出一剑，直接将壮汉头颅砍下，随后一个闪身来到前方几人面前，手中长剑不断挥舞，几个闪身之下再次连杀2人，接着再次施展出轻功来到后方几人面前，剑光不断在几人的身体上闪过。当男人停下手中动作时，几人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将所有人杀完，男人才长舒一口气，今天第一次用剑，感觉还是不错。后方这时竟缓缓再次走出几人，这个小子有点东西，但也就仅是有点，只有这些疏忽大意的蠢货才会被他杀掉。男人看着眼前几人开口，你们难道是血岩教的？几人却笑了出来，血岩教是死在地上的那几个蠢货，我们可是霸剑宗的部下，天下最邪恶强大的13个大门派被称为13天，他们竟然是13天里的血岩教和霸剑宗派来的，为什么会来我们这个小地方？你们这种大势力来我们这种小县城想做什么？几人这时竟还没有动手，只是让男人离开。闻言男人顿时笑了出来，你没有攻击我还让我离开，是不是很了解我？你们应该知道天下第一帮派立皇城里有我母亲的家族吧？如果你们杀了我，就算是霸剑宗也要掂量一下不是吗？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从墙后爆发而出，随后滚出的几人竟是白天来到这的中南派的弟子，其中中南派的长老吕仙竟也被人打了出来，此刻也只能用剑支撑着自己勉强站在地上，这让男人大惊失色，被称为剑仙的中南派的高手竟然如此狼狈，敌人到底是谁？只见这时一道身体凌空浑身爆发着强悍气息的男子缓缓出现，他是谁？此人浑身散发着让人害怕的可怕之气，被他看一眼都足以让人眩晕。刚才几名霸剑宗弟子连忙跪拜参见宗主，男人浑身颤抖，他竟然是霸剑宗主，统领邪魔歪道13天之一的霸剑宗，在江湖中被称为天灾地变的人，这种站在江湖顶端的人为何会来到小小郑家庄？现在中南派所有人都受伤了，这样下去我们都会死的，既然都要死，那不如试一下。下一刻男人爆发出全部的力量朝着前方袭去，见状其中一人连忙拔剑上前，却被男人直接一剑穿心，随后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你们觉得能杀得了我吗？几名弟子当即拿出长剑就要朝着前方杀去，突然霸剑宗主却呵斥道，住手小子，你比这整座庄园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出色，所以我可以饶你一命。男人却无所畏惧，你是不敢杀我吧？我是立皇城前代神剑团主的外孙。此言一出，周围众人大惊失色，他的出身竟如此恐怖。皇室为了防止武林谋反创建的江湖第一门派立皇城，他们对于我来说确实很棘手，但我饶你不死并非此原因，我很欣赏你，你的资质和气魄作为江湖人足以统一天下，若你和立皇城没有关系
关系的话，甚至我想收你为徒，所以我给你1天时间，快离开吧，我可不允许其他门派再进入这片土地。接着他转身带着霸剑宗众人离开院子，若你想比武，我随时都奉陪，快点成长起来，我很期待你。随后男人连忙走入宅院屋内，只见男人的父亲哥哥大部分都已倒在血泊之中。知道刚才外面发生的一切，郑大明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会这么强？男人冷漠地看着父亲，你忘了吗？我曾经说过我自创了功法。郑大明顿时瞳孔放大，是我的错，害郑家失去了神功，我真是一个愚昧的家主。儿子，你既然有如此天赋，我相信你能够成为大宗师的。随后无力支撑的他缓缓闭上了双眼。此刻郑家就只剩下男人和他的二哥和一个年纪最小的妹妹还活着。男人转头朝着二哥开口，你把他带到中南派，这孩子悟性高，会收下他的。吕仙这时也走了过来，少侠，你是想去丽皇城吗？要不和我一起去终南山吧，我会推荐你做掌门的徒弟。此言一出，让周围终南山的人大惊失色。吕仙却还在继续道，少侠，我觉得你有这个资格。这让男人不禁陷入思考之中。中南派掌门的直系弟子可以学习绝世神功，最重要的是现中南派的掌门是天下10大剑客之一。可随后男人还是抱拳，前辈谢谢你的好意，很抱歉我的选择辜负了。吕仙淡淡开口，你不必在意，中南的门随时向你打开，希望你能记住。男人突然将吕仙带向一旁，大长老，我想问你一件事，您知道得到天下木果实的方法吗？闻言吕仙愣住了，天下木果实，难道少侠你身体？天下木果实传言是一种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千古宝，如果我得到它，吃下这个果实，我所剩无几的寿命会不会增加呢？吕仙随后摇了摇头，我自己一半的寿命都还没达到，怎么会知道天下木的事？如今拥有果实的人只有丽皇城城主，这将会很不容易，那东西在天下所有人眼中都是神圣之物。男人心情虽然沉重，但语气还是无比坚定，但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法，唯有成为神剑团主，立下大功。吕仙拱手道，我只能在远方为少侠你祈福加油了，我得先回师门送消息了，你们俩先在这里帮忙处理后事吧。随着太阳逐渐升起，男人也拿起行李和剩下几人道别。一段时间后的襄阳城内，男人已然赶到了丽皇城中，一人自来熟地走到男人面前，小兄弟，你也想要进入丽皇城吗？比我还小的挑战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叫轩辕，从陕西赶过来参加丽皇城考核的。男人一脸懵逼，竟然还有进入丽皇城的考核，这让轩辕大惊，你竟然不知道丽皇氏。丽皇城和其他普通门派不同，想要当官就如考文科一样，想要进入丽皇城就要考试，所以丽皇城才会汇聚这么多人，无论你有没有背景，进入丽皇城的瞬间就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天下武林人当然会蜂拥而至，为了进入丽皇城，每天参加考核的都有近1000人，所以考核内容无比艰难。所以小兄弟，明天我们一起去参加考试如何？男人见有人为自己介绍，求之不得，连忙答应下来。第二天清晨，无数侠客如蚂蚁似的汇聚在丽皇城门口，而这第一场考试，考官如果拿了你手中的牌子就是合格，把牌子交给接收台就是不合格。第二场考试是比武，第3场就是和丽皇城城主面谈。不少武者为了见到城主，特意跑到襄阳和那种高手对话，是一种机缘，说不定只是随口几句便能让人领悟到武道心得。前方考核官突然开口，第一场考试开始比的是快剑，只能用一招施展出你最快的剑招，然后由我这个考官来判断。轩辕当即兴奋地跑了出去，我先来。男人对这个考核有些放松起来，施展最快的剑招嘛，听起来很简单嘛。而前方的轩辕身体也不断将内力凝聚在手中长剑之中，随着他呼出一口气后，手中长剑唰的一声快速拔出。周围看客顿时议论纷纷，这个武者有点不一样，竟然看不见挥剑，只有白茫茫的光闪过。一番考量之后，考官直接将其令牌收了起来。在轩辕退下之后，男人也缓缓走上前去。周围人感到有些异样，他真的是考生吗？感觉还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不会是家里大人带过来玩的吧？男人走上前去，眨眼之间便将长剑挥了出去。可在长剑停下之后，场地之上竟狂风乱作。这一幕不仅周围看客，就连考官都被震惊的睁大双眼。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拔剑的？根本没看到拔剑的动作。考官更是给予男人最高的评价，你就是丽皇城的未来。13号很好，我记住你了，现在你可以离开回去等待第二场考试了。看到男人走出考场，轩辕连忙赶了上去，你是名门世家的子弟吗？男人直直地看着城主府，那有什么区别？进入丽皇城后不就是靠自己努力吗？很快第二考场聚集了无数通过之人，轩辕开始向男人介绍起了第二关。在这关需要记住的就是比武的重点不是获胜，而是让一旁丽皇城的高手看上你，这点恰恰是最难的，因为就算你全胜也有可能落选。今天的考核还是最近考核中最难的一次。我听说今天白麒麟也参加了考试，他15岁之前单枪匹马摧毁了恶名昭彰的马贼团，杀死了黑道高手乌沙克，18岁时参加8大世家龙凤之会，打败了同龄的所有青年才俊，这让男人有些疑惑，作为南宫世家的子弟已经很完美，武功如此高强，为何还要进丽皇城？轩辕悄悄凑到男人耳边，可能是因为他是庶子，不能当家主吧。在丽皇城升到团主可以媲美8大世家的家主，甚至比他们地位更高。这片地方的存在可是为了守护武林的秩序。突然一声大喝，河南省南阳新野县郑无念进入房间。男人闻言直直朝着房间走去，希望在丽皇城能再见到。轩辕愣了一下，接着大声喊道，就这么说定了，丽皇城见。男人只是刚刚进入房间之中，一名剑客便拔出手中长剑，小子你遇到老夫算你倒霉，老夫可是江湖中赫赫有名的。但还不等他话说完，男人一个闪身剑鞘一挥，直接将他打飞出去。这人如此之弱，让男人都有些意外，他到底在放什么狠话？突然后方缓缓走出一袭白衣，现在可以开始了吗？此人的出现顿时让周围所有人议论纷纷，其中丽皇城中的人也开始讨论起来。终于出现了，你说那些高层谁会将他带走？他可比我们都厉害。从这些讨论声中，男人也知道了眼前之人是谁，这家伙就是刚刚轩辕说的白麒麟吗？
吧，他看上去比我大5岁，这座大山假以时日应该能翻过。虽得益于我的动力弓，我的身体比他强，但在其他方面我自知不如。白麒麟拱手朝着男人开口：“我是南宫家的南宫华晨，修炼的是家传武功苍穹无涯剑和无限步，请多多指教。”男人也双手紧握长剑：“我练习的是河南郑家庄的动力弓。”白麒麟静静地看着眼前之人，并没有着急动手，但还是有些疑惑，他为什么不拔剑？此时男人单手紧紧握住剑柄，摆出一副拔剑的姿态，看样子白麒麟也了然于胸，手中长剑不断凝聚力量。男人浑身内力不断压缩在手掌之上。我最近练习的剑招要诀在于出其不意，趁对方不备时挥出致命一击，若运气好，或许能对这位后起之秀发起突袭。见两人准备就绪，一旁的考核官大喝一声开始，瞬间一道剑光闪过，男人长剑直接从白麒麟身边划过，但随着两人剑光碰撞，男人手中长剑却断成2截。这一幕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意料到的结局，这算怎么回事？是白麒麟赢了吗？都没看见他出剑。男人这时也愣愣地看着手中的长剑，问题出在哪呢？白麒麟却当场宣布我输了。几名力皇城中的才看出了其中的门道，这小子剑法快得惊人，而且他还比白麒麟小上5岁。白麒麟这时缓缓靠近男人：“你的剑法没有运用真气吧？下次你可以试试。河南有条乾隆在呀，你的未来不可限量。”其中一名考核官走上前，朝着男人开口：“你去北边有个花园，在那里等待。”男人离开前恭敬地朝着白麒麟拱手感谢：“下次请您再指教1、2。”白麒麟笑了一下：“这句话本应由我来说，我们下次再继续。”力皇城之中的人也有些疑惑，真是天才，不过刚才为什么不将真气运用到剑上？但他们都不知道，男人几天之前还在家中是个被所有人嫌弃的废物，如今他的武学全部都是观看别人练武学来的。以前不知道我可以不用，但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有这种方法。下一刻，男人身体之中的内力不断凝聚于断剑之上，一道刺耳的剑鸣声从断剑之中爆发而出。男人只是看了一眼手中的断剑，竟让他领悟到让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剑道真谛。一道道剑鸣不断环绕在他的四周，这一幕让江湖上各大顶尖高手都感到震撼。他好像还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吧，居然领悟了人剑合一。如果在这种状态下施展剑法，将爆发出无与伦比的威力。此刻，男人感受完与剑的联系，微笑地睁开了眼。一道声音也适当的在男人身边响起：“祝贺你成功了。”而这人正是刚才与男人比试的白麒麟。这一幕让男人有些愣神，他是在帮我护法吗？害怕有人打扰我误导。随后他缓缓开口：“谢谢你帮我护法，还有恭喜南宫少侠通过考试。”轩辕这时也站了出来，一脸委屈：“我也在这边待很久了，不过郑公子你现在也有绰号了，知道吗？在江湖中拥有绰号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代表江湖中大部分人认可了你的实力。”白麒麟也适当开口：“我也听说了非常不错的名号，闪影。力皇城的武者给你取的绰号可能会陪伴你一生。”男人这时也谦虚起来：“我只是一个会使用快剑的小鬼罢了。”白麒麟一脸鄙夷地看着男人：“那按照你这个说法，没有发现你攻击的我算什么？”很快第3轮考核开始了，只要通过最后一个关卡，你们便是力皇城的武者。男人看着前方高耸的建筑与活着的历史被誉为天下第一的绝世高手力皇城主面谈吗？随后根据排名不断有人走入高楼之上，但无一不是沮丧走出。很快就轮到了男人，他步伐坚定地朝着楼内走去。当他来到最高层，映入他眼帘的竟是一位卧躺在木椅上的女人。难道她就是天下第一的力皇城城主？看着眼前来人，力皇城主当即开口：“你好像是那个孩子的后人吧？”男人虽然有些震惊，但还是回应道：“是的，我是前代神剑团主的外孙。”城主此刻像是怀念什么似的笑了一下：“那孩子本来可以当上元老院的首席的，但却喜欢我行我素，不过你好像有伤。”男人顿时愣住，然后立马恢复过来：“此事与城主无关，不过是些家庭琐事罢了。”“那可不仅是琐事，只是被你锻炼的好，将身体伤遮住了而已。而且你现在才15岁，不过我这个外人的确不能说什么，你的事需要自己解决。”接着他起身缓缓靠近男人：“我现在很欣赏你，你明明有所求，但却不对我低头的气魄真有趣。”男人瞬间明白过来，他已经知道我来力皇城是有所求的吗？也对，像这种绝世高手发现我丹田百会穴易如反掌才对，那么我直接问他吧，像我这种人吃了天下木的果实能活命吗？城主笑了一下，虽然果实的效果有些夸大其词了，但的确能实现你的愿望。在确定信息后，男人再次开口：“所以我能得到吗？这就要看你的表现了。现在你是力皇城的人了，你可以出去了，我很看好你下一任神剑团主。”闻言后，男人有些失神的走在出楼的路上。下一任神剑团主，真搞不清他是在逗我还是真的承认我的资质，或者说暗示我只要成为神剑团主就能得到天下木的果实。很快第3关考核结束，经过最后一关，一共只合格了4人。前方领头之人开口：“各位，你们知道力皇城主要做什么吗？”轩辕当即开口：“不就是镇压武林高手的谋反吗？”领头者回头看了几人一眼，说的对也不对，但那不是我们主要的工作，而是存在的目的。我们还有许多琐事需要处理，那就是预防和镇压一定规模的江湖纷争。武林里的争斗不知会造成什么后果，若是出现什么绝世武功之类的传闻，中原将刮起腥风血雨。如果只是普通的江湖人就算了，但一些魔道就不一样了，你们将看到如地狱一般的画面。最近江湖很不安宁啊，搞事的不仅是邪魔外道，包括9派和8大世家在内的白道正派也是个大问题啊。放着他们不管，不仅会危害百姓严重，甚至会危害国家的运转。所以皇室给各位高手提供巨大的财物、灵药秘籍，你们在力皇城要做的事就是砍下扰乱民生的武林人的脑袋。好了，这里就是各位的住处了，等安排到个小队后，你们将会再搬入小队宿舍。很快1周过去，一道敲门声响起，随后轩辕从屋外走了进来，听说已经分好小队了，我和你是魔广义小队的。第2天，魔广义的比武场，男人与轩辕站在中央，周围布满了白蓝衣服的力皇城武者，而站在他们前方的正是魔广义的领头马真。马真在传言中是力皇城17个队长中的第1人。马真此刻一脸凶狠地盯着男人：“你就是那个闪影吗？”男人这时却面不改色，直勾勾盯着马真：“是。”突然马真笑了起来：“很有气魄吗？你这种人一般不容易死。力皇城神剑团名下的武力部队就像中原的门派，你们将在魔广义学武执行任务，他们是你们的师兄师姐，不过你们自己的独家武功还是独家的，我们教学的是魔广义的武功。魔广义在力皇城17个队伍之中非常出名，他们的功法
也闻名于江湖。曾经和华山派的最精英高手24梅花剑客们的战斗中，竟然无一人伤亡。这件事给厉皇城是天下第一奠定了基础。马真继续向他们讲解道：厉皇城是皇家建立的门派，但是攻击厉皇城的武者并不算是谋反，所以你们要在这里不停的学习，努力变强。如果你们不变强会死哦。那边还有一个家伙在做任务时被南宫第一剑砍过，可以让他说给你们听听。角落中一名坐着的蓝衣青年开口：蓝宫家的帝王剑行啊，确实是可怕的武功。看到这人，男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帝王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他竟然和南宫第一剑那种高手战斗后活着回来了。随后那名蓝衣青年缓缓走上前，既然来都来了，我试试你们武功吧，就从闪影你开始吧。我听说你的快剑是一绝，让大家瞧瞧你的实力。男人这时也毫不犹豫拿着长剑缓缓走了出去。下一刻，无数内力涌入剑鞘之中，青年男子也毫不客气拿出长剑：我叫清明，多多指教。15岁的少年只是握住长剑，引发了剑鸣，竟让在场所有江湖中的顶尖高手震惊不已。他如此年轻，竟学会了传说中的人剑合一。随着自身气势不断攀登，男人毫不犹豫快速拔出手中长剑，但这一剑却并没有如他预想中的那样斩中前方之人。被对方挡住的他立刻后退，拉开距离。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举起的剑？我不能大意了，对方可是从江湖第一剑道高手剑下跑掉的人。不过我也摸清楚了他的剑法，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厉害。下一刻，他一个闪身再次来到清明面前，接着一个下蹲扑向前方，直接躲掉清明袭来的攻击，随后立刻背身回头来到清明身后，长剑顺势朝着清明下半身袭去，却不料还是被其挡住。在男人的目光中，清明身形一闪，瞬间消失在他的面前。再次出现时，已然来到男人身后，挥舞起手中长剑，却不料男人像是有所预料似的回头一剑挡住攻击，接着长剑再次直刺清明额头。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清明也是有些躲闪不及，帽檐直接被掀飞出去。随着这一剑斩下帽檐，两人的比试也就此落幕。仅仅只是这几息之间的战斗，让周围厉皇城的武者都目瞪口呆。男人这时才发现周围的异象，大家为什么都露出这种表情？就连前方的清明都被眼前的少年惊讶到说不出话。小子，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男人被问到年龄，顿时一脸不悦。15岁啊，这个很重要吗？敌人可不会因为我的年龄而对我手下留情，现在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内心还不断吐槽，而且我过不了几年就要死了，在乎年龄有个屁用啊！但他却不知道，当场所有人知道他的年龄有多震惊。他简直就是个怪物，我在龙凤会都没见过这种天才，就算从出生开始练剑，也不可能有这种成就吧。马真剑已经了解透彻后，直接带着两人走向屋外练习功法。练习过一次功法后的轩辕已经浑身颤抖，马真还安慰道：不错了，第一次没有瘫倒在地，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人。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男人却气定神闲地运行了好几遍功法。马真见状，再叫他练习功法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你已经熟悉完功法了吗？那可以进行下一步，领悟魔广功的奥义斗武。跟你解释起来这个东西很麻烦，我展示给你看吧。随后马真走到一旁的时装旁，仔细看清楚了。只见马真手掌轻轻放在时装上，不断将内力凝聚在手掌之上。突然，一道磅礴的真气从马真身体四周爆发而出，接着轻轻一叹气，将整个身体放松下来。下一刻，一拳狠狠朝着前方时装砸去，被拳头砸到的时装瞬间4分5裂炸开。马真施展完后，转头朝着两人开口，寻找身体最强的爆发时机，在哪一瞬间打出。斗路就是在模拟中画出这一切的轨迹，帮助你掌握身体。男人瞬间明白了过来，就是让我掌握什么时候能够爆发最强力量的意思。马真还在继续道：虽然我给你们露了一手，但并不是让你们马上做到。这世上没有人能看一眼就学会，这可是要一辈子的勤学苦练。男人闻言有些愣神，一辈子的勤学苦练，但是我现在就能做到了。接着他直直的走向另外一座时装，这让周围众人有些意外，他现在就要挑战吗？年轻人还是太狂妄了。这时的男人手掌紧紧握住手中长剑，施展出人剑合一。随着他不断放松身体之下，一道道纹路出现在时装之上，在纹路的指引之下，男人很清楚就看到时装的薄弱之处。下一刻，他的剑鞘直直朝着那个中心点刺去，瞬间被剑鞘刺中的时装如刚才似的直接4分5裂。施展出来后，男人也是欣喜若狂，我领悟了斗路的奥义，得到了完整的魔广功，现在只剩下在实战中提高熟练度。当他再次转头看向后方，发现所有人的面色无比惊恐，男人还以为是自己施展的威力不够，谦虚道：第一次让大家见笑，想要发挥出真正威力，还是需要累积很多实战经验。生死瞬间想要使用魔广功一般的修炼方法不够啊，不过今天能够学会，也要多谢马真主的指导。马真却愣住，不知道如何是好，半天后才憋出一句话：我以后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怎么教你了。第二天，轩辕气喘吁吁的找到男人，开始八卦起来。听说前辈们和苍天队的武者打了一架，这让男人有些震惊。厉皇城不是有自己的规矩吗？本城的武者在练武场以外的地方打架会受到惩戒的，他们为什么会在外面打起来？轩辕一脸神秘的叙述起来。那个他们在酒楼喝酒时，苍天队的人找茬，说把你留在魔广义是暴殄天物，要你去苍天队才能发挥才能。男人也是有些无语，就为了这点事情挥刀打架吗？公子你还年轻，不了解江湖啊，这才是这个江湖的本质啊！快意恩仇随意的一句话都可能引起争斗，只有战胜那些阻挡你的人，才能扬名立万，纵横江湖。而且你不应该高兴吗？厉皇城前辈们为了新人生气，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不知如何是好。男人顿时反应了过来，这可能是个机会啊！想要得到全世界都梦寐以求的天下木果实，必须立下大功劳，这个过程肯定需要同伴们的帮助。这次刚好是在队里刷好感的机会。男人直接站了起来，我觉得轩辕兄你说的不错，前辈们为了我和对方刀剑相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去见前辈们。轩辕也连忙跟了上去，没错，就是这样，果然公子你是懂道理的侠士啊。随后男人和轩辕直接来到魔广义的演武场，周围鼻青脸肿的师兄们也有些疑惑，老
老妖啊，你今天不用练习跑这里来干什么？随后男人直接走到马珍面前拱手敬礼。马珍见到两人也有些疑问，你们是修炼时有不懂的地方吗？男人直截了当开口，马珍主，我想和苍天队的比武。此话一出，周围众人面色惊恐，马珍却露出了笑容，看来你也知道昨天的事情了，你无需为那种事兴奋。男人思考一会后开口，我只是想要见识下一直憧憬的苍天剑法，而且我想用魔广功对抗高明的剑法大主，请同意我的要求吧。男人内心想法却不止这些，积累魔广功的实战经验，见识一下上乘剑法，还能得到前辈们的好感，简直一石三鸟。但马珍还是警告道，你没有学过苍天队的武功，也没有和他们一起战斗，虽说是比武，但苍天队不会手下留情的。男人意志坚定无比，热血的回应道，这正是我想要的。瞬间周围顿时沸腾起来，老妖就是要有这个气势，只要你一直坚持下去，你就是下一任魔广一大主。马珍见周围这些小子如此沸腾，也只能扶额答应下来。这是一颗能让普通人变为绝世高手的灵丹，只需吞下灵丹，汇聚于天地之间的灵韵便会不断涌入身体之中，就算是普通人吞下都能够拥有感知周围任何蛛丝马迹的能力。但想获得灵丹，却需要以下犯上战胜比自己强大的武者。见到白衣男人竟想挑战蓝衣武者厉皇城，众人也是无比好奇，白衣和蓝衣可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这个小子能撑几招呢？而且他还是一个刚刚入我们厉皇城的人，10招怕是都有点难。只见前方蓝衣武者目视前方，你就是魔广一的白衣是吧？男人恭敬回礼，看着前方之人，很多人从白衣熬到蓝衣都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所以厉皇城中的蓝衣武者实力绝对不输给各大门派的顶尖高手。蓝衣武者缓缓开口，我练习苍天剑法已经20年时间，虽然这次只是内部比武，但刀剑无眼，我不会手下留情的。随后他直接将长剑拔出，爆发出顶尖剑客才能拥有的气势。男人轻叹一口气，将长剑拔出，不必多想了，剑客应该无所畏惧，无论对方是什么样的剑，我只要施展我的武艺就行。下一刻，男人挥舞起长剑，一步踏出，瞬间来到蓝衣武者面前。蓝衣武者毫不示弱，将这次攻击挡下，但男人的攻击却并没有结束，一剑再次挥出，紧跟其后的更是男人密不透风的剑光落下。这一套连招下去，让蓝衣武者也只能被迫防御。看到这一幕，周围苍天队和魔广一的领头者都无比震惊，这白衣的速度好快，随着男人不断挥剑，让他又有了另外一种感悟，每向前踏出一步，挥剑一次，自身的真气也会随之震动。此刻他瞬间领悟了一个新的招式，只见他身体下压，随后长剑朝着上方一展，剑身也开始快速震动。一剑之后，男人竟将蓝衣武者的长剑斩下。看到这一幕，周围厉皇城武者都沸腾了起来，白衣竟然赢了，还是用这种碾压式的胜利。男人却不以为意，这只是运气而已，我突然领悟了新的招式，再加上从一开始对方让我先出手所爆发出的气势，才让我赢下这一局。如果再来一次，我也不敢保证能不能这么走。随后男人拱手向前，谢谢您让我见识到了苍天剑法。蓝衣武者轻笑一声，拿起长剑，你的剑路和韧性让我非常吃惊。接着缓缓朝着门口离开，如果你年纪再大几岁，怕是几招就能将我击败。魔广一真是得到一个宝贝，让人羡慕。魔广一大主马珍缓缓走向男人，这是你赢下来的苍天队的灵丹，他现在是你的了。一段时间后，魔广一领地之中，无数蓝衣开始讨论起刚才的战斗，那小子简直就是个怪物啊！苍天队的易坏实力不俗，那小子居然还打败他，而且还能够轻松看破对方的武功，是个从未见过的天才。曾经我和其他人在一旁对练，那小子只是看了一眼便能用同样的原理施展，他还能自己改良后比我施展的威力更大。现在我都不敢在那孩子面前施展我的独门武功了。清明同样也有这样的感受，是的，他的悟性真的太可怕了。与此同时，屋内男人已经盘坐在蒲团之上，马珍也在一旁为其护法。这颗灵丹我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一般来说可以吸收6到7层，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点，也不要强行吸收，鲁莽行事会毁了你的丹田。你气息不稳定的时候，我会出手帮助你，所以不要抗拒。闻言，男人连忙点头，趁势接着将灵丹吃了进去。灵丹只是刚刚进入男人身体，瞬间释放出大量的气，瞬间男人身体四周出现一道无形的气机，与周围空气隔离。男人的身体此刻就像黑洞似的，不断汲取着天地之间的灵韵。看着这一幕，马珍都有些震惊，他真的是第一次吸收灵丹吗？太过熟练了，根本就不需要我的帮助。一段时间之后，房间之中的气息逐渐降了下去，马珍满脸冷汗的开口，祝贺你吸收了灵丹的所有药效。这小子太离谱了，从来没有人把灵丹药效全部吸收的情况。男人这时感知身体之中发生的变化，内功增强之后，我竟然能感知到屋外的动静，甚至连几个人站在什么位置都一清二楚。不过前辈们为什么都在这里？是在为我吸收灵药护法吗？男人直接起身朝着马珍询问，大主前辈们是在为我护法吗？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马珍笑了起来，不是只照顾你一个人，只要是魔广一的人都会互相帮助，我们的关系都在江湖上同生共死几次后变得牢不可破，所以你的武功越高，对我们魔广一越有利。这时感知到男人吸收灵丹结束后，蓝衣武者们也三三两两的散开了。男人这时刚刚吸收完，便朝着演武场走去，我得了解一下我到底变强了多少。这时一见雪梅白美丽一脸震惊看着男人，老妖你刚刚吸收完就来继续修炼了呀？不过你来的正好，我刚好有些感悟，有时间陪我过几招吗？男人当即抱拳答应，能和白前辈切磋是我的荣幸。女侠仅仅是朝着男人打出一掌，竟被男人一眼便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不仅将其功法学会后，更是找出了其中的弱点，而这套功夫竟还是江湖中不传之秘，只需要轻轻一掌拍出便能够将对方护体罡气击破。停手之后，男人便朝着一见雪梅开口，白前辈我从小对气感就很敏锐，从刚才的对练中，前辈您好像对运用真气的方法并不怎么好。此言一出，白美丽顿时愣住，你竟然能看到真气的流动，这可是从来没人办到过。男人当即摇了摇头，我虽然看不见真气，但是可以通过发力时的强度和扩散可以判断。白美丽还是无比震惊，就算这样也很震撼了。据我所知，
知立皇城也只有子怡能够办到。立皇城的等级顺序分为白蓝黑紫，子怡已经是站在立皇城最顶端的人了。男人继续开口道：“但是白前辈，我感觉你的掌法转换使用内劲更合适。”闻言，白美丽脸色一变，在你眼里我是个连这些都分不清楚的250吗？我不使用内劲自然有我的理由，不过还是感谢你对我说这些。从演武场离开之后，白美丽直接来到了马珍房间之中。大主，你和闪影说过我武功的根源吗？马珍有些无奈，你在胡说什么？我不可能不经过同意透露出这种事的。难道他看穿了你在研究失传已久的天魔神诀吗？白美丽当即点了点头，我感觉是的。马珍缓缓站了起来，那小子很特别，整个江湖都找不出他这么出色的人。如果以我的判断来说，闪影他就是立皇城的未来。你真的想将天魔神诀研究透彻？目前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找闪影帮忙。那家伙有可以把任何武功改成适合自己的大宗师的才能。此言一出，白美丽瞳孔放大，你竟然觉得他有大宗师的潜力？马珍缓缓点头，是的，现在唯一还不能确定的是他的性格。最近刚好有一个小任务，这次你观察一下闪影和同伴是如何一起度过生死危机的，看看他这个人可不可靠。经过这次考验之后，我敢确定闪影5年之内绝对会站在立皇城顶端，所以这次我需要你们这些老人亲眼看看未来上司的人品。第二天，白美丽、轩辕清明和男人几人策马狂奔在官道之上，很快几人便来到了这次的任务地点山西晋平县驿站。出发之前，马珍向几人介绍了这次任务的情报。最近有个血岩教的教徒留在某个村子里，定期杀死家畜，毁掉农作物。这件事本来应该山西本部解决这件事的，但最近发生了华山派灵药被偷的事情，而且那个还是能够媲美少林寺大还丹的紫霄丹。就因为这样，所以在山西那边闹得很大，分部人手不够，才请我们帮忙处理这些小事。这时驿站中一名中年官人满脸愤恨地怒斥刚到的几人，本来听说你们是帝国之剑，打算款待你们的，但你们这慢吞吞过来是什么意思？而且派过来的居然还是几个小屁孩，就你们这个样子能够抓住那个犯事的家伙吗？清明当即朝着几人开口，这些官员中总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特别是这种小县城，太多人没见过武林高手，所以像他们这种官员不必客气。闻言，那中年官员顿时大怒，你们竟敢对朝廷命官无礼！男人这时毫不犹豫一指点到中年官员雅学之上，我们可不是听从你这种酒囊饭袋命令的人。接着便朝着村庄走去，而那中年官员此刻喉咙之中已然发不出一点声音。刚进入村庄，几人便发现了异常，这3更半夜的田地里为什么还有人？当几人凝神望去，只见一名持刀血岩教徒正抓着一名孩童大笑，情况紧急，男人来不及多言，拔腿便朝着田地中赶去。却不料本事后出发的清明只是一个呼吸便越过快速奔跑的男人，这一幕让男人都有些震惊，好快，他这难道就是民族的轻功吗？每踏出一步都像是脚尖没有落地似的。而后白美丽也紧随其后超过了男人，甚至就连轩辕施展轻功之后也快速朝着前方袭去。看到这一幕，男人当即明白了自己的短板，我一直以来没有关注过轻功，因为从小生活在郑家庄，根本没有真正的轻功在我面前展示。而此刻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清明已经快速来到血岩教徒身后，只见他一剑狠狠斩出，瞬间将这教徒斩飞出去，随后将血岩教徒手中的婴儿抢了过来。接下这一击的教徒心中无比害怕，手掌也不停颤抖。是立皇城的人，而且还是蓝衣。见状，他毫不犹豫转身就开始逃跑，但不料这时白美丽已然来到他的身后，拔出长刀，无处可逃的他顿时浑身燃起熊熊烈火。下一刻，一个跳跃竟直接化作一道光芒冲向天空。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清明和白美丽也有些震惊，这家伙怎么回事？只是见到我们便使出燃烧生命为代价的功法逃跑。血岩教这些家伙待在这里肯定有大问题。而这时男人和轩辕才气喘吁吁地靠近两人，将农户安顿好后，几人也找了一个地方休息。白美丽开始对两人这次行动总结起来：轩辕，你的武功虽然达到了白色的水平，但是体力非常差，以后要记得专注锻炼体力。还有闪影，你的基础虽然打得很扎实，但看到你跑步的样子，我明白了，现在你最出色的只有身体素质，轻功方面根本没有学过，你连轩辕都追不上，更不用说以轻功闻名立皇城的清明。清明看着眼前少年，缓缓低下了头，开口安慰道：其实你不用因为轻功伤心。接着缓缓朝着前方走去，闪影，你要不要学一下我的轻功？这让男人有些发愣，我能学你的轻功吗？清明当即点头，虽然说我不能把师门的武功传给你，但轻功一个可以，而且只传轻功的话一般人也学不会，但我相信如果是你的话可以做到。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魔广义中可还没有人学会我这一手，我曾经在演武场教过许多人，没有一个成功学会的。随后清明一步踏出，就如飞行一般出现在树上，这套功法我称它为咫尺天涯。男人只是看了一眼对方使出传说中的轻功咫尺天涯，竟让他感受到了对方功法中蕴含的自然之力。霎时间，男人身体四周也出现了无数道气机环绕在身体周围，随后他一步踏出，顿时感觉到身体无比轻盈。此刻他就如一只麻雀似的奔袭在丛林之中，这套功法让我的力量和速度均匀分配，保持强大的战力时还能快速前进。而这时奔袭一段时间后的男人竟发现了前方的异样，这种深山老林之中竟还有一处木屋，而屋主更是红头发之人。见状，男人打算转身回头，终于发现了血岩教徒了，现在就回去告诉大家。可就在他转头的那一刻，让他看见了终生难忘的一幕，这血岩教徒竟手拿一名儿童啃食，无比血腥又震撼的一幕如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男人心间。此刻他没有回去向队友汇报的心思，默默地从树林中走了出来。这时他的眼神和表情变得前所未有的狠辣。血岩教徒看到明晃晃从树林中走出的男人，当即放下手中已经死去的儿童，你们这些立皇城的家伙真是阴魂不散，不过你也是一个蠢货，一个小小白衣竟敢闯到本大爷面前，死也是你自找。可还不等他话说完，一道剑光瞬间从血岩教徒脖颈处闪过，随后那血岩教徒下半身不断喷出鲜血，头颅也随之滑落。将这人解决之后，
后，男人内心并无丝毫喜悦，而是沉默地看着地上的儿童尸体。这让他回想起当初在郑家庄，自己的家人也是被这些邪教徒无差别杀死。一幕幕家人死去的惨状在脑海中闪过，剑身上凝聚的力量便越强。这些如畜生一般的家伙们绝对不能放过，不然会去祸害更多的人。孩子，你稍等一下，等我将这一切结束之后再将你安葬。只见这时男人浑身内力已然从丹田汇聚于身体四周，其中神识也将前方茅草屋锁定。一道剑气轰然从男人手中爆发，魔广绝快剑使。霎时间，茅草屋被一道强悍的剑气砍中，瞬间四分五裂。其中根本不知道发生何事的血炎教徒当即被斩得尸首分离。男人这时没有丝毫犹豫，再次一个闪身来到一个血炎教徒面前，一剑挥出，直接将那血炎教徒心脏洞穿。你们血炎教不是一直崇尚弱肉强食吗？竟然如此被强者杀死的感觉如何？随后长剑拔出，带出一道血花，血炎教徒尸体也重重砸落在地上。这名血炎教徒倒下之后，男人才发现这木屋之中竟别有洞天。只见房间墙壁后方竟出现一个硕大的洞口，而且现在他明显的感知到了洞穴之中有很多气息不断朝着他逼近。难道这里根本不是几个血炎教徒的藏身之所，而是血炎教的分部吗？还不等男人思考，一群血炎教徒悍然从洞穴之中奔袭而来。你小子胆子真大，竟敢攻击我们血炎教，找死是吧？此刻血炎教徒不断怒喊狂奔，要你为我们的同伴血债血偿。而这几人之中竟还有昨晚几人见到的那教徒。教徒见到一袭立皇城白衣的男人站在前方，也无比吃惊。你们竟然追到这里来了，为昨天付出代价。见状，男人毫不犹豫一步踏出，使出咫尺天涯，瞬间闪身来到教徒中央，接着手中长剑挥出一击，快速拔刀斩，带着剑气斩向前方。仅仅是一个呼吸之间，剑气形成的光芒在血炎教徒身上闪过，环绕在男人四周的血炎教徒瞬间被剑气拦腰斩断，喷涌出大量鲜血。将几人斩杀之后，男人沉默地看着前方布满红光的山洞之中，山洞之中此刻也传出刺耳的大笑声。区区一个立皇城的白衣，居然敢如此猖狂独闯我血炎教山西分部。男人闻言并未言语，此刻他感知到敌方强悍的气息，做好了准备。只见这时一道高瘦的身影缓缓从布满红光的山洞中逼近男人。这个家伙仅仅是一出现，四周竟环绕着一股让人难以言语的阴森气息，他绝对和刚才那些教徒不是一个货色。这时那道人影已经即将逼近男人，只见他浑身布满黑气，眼神之中冒着阵阵红光。当他站在男人面前时，竟比男人高出了半截身子。这家伙毛发竟然不是红色，而是在缓缓回归黑色，说明他已经达到了可以精炼真气的高手境界。也就是说，他就是这山西分部中的部长，其中的第一高手，在血炎教中被称为血炎教剑的领头者。血炎教剑，这是血炎教分部的部长称号，他们被民间低阶江湖人口中称为红发无常，不仅残忍，而且武功高强，经常屠戮村庄城镇。只见这时那面如骷髅的血炎教剑缓缓拔出手中长剑，准备好让你的鲜血成为我的养分了吗？男人怎么都没有想到，血炎魔教竟如此残忍，当着他的面拐卖生吃小孩，这让他回想起自己曾经被魔教残忍杀害的家人，一怒之下竟将血炎教徒全部斩杀，却不料自己闯入的竟是血炎教分部，其中还有血炎教剑坐镇。看着眼前高大的血炎教剑，男人顿时心生警惕，正面硬扛我肯定打不过，得趁他靠近我，然后率先出击，掌握先机。随后男人找准时机，一击快速拔剑朝着血炎教剑挥去，却不料这血炎教剑咧嘴一笑，势力皇城的名声让你变得如此傲慢吗？接着轻轻将手中长刀挥舞挡在身前，但这一道攻击比血炎教剑想象中的强了太多，猝不及防之下，血炎教剑直接被男人这一击打得连连后退。见状，男人毫不犹豫使出咫尺天涯，瞬间跟上。下一刻使出轻功的男人不断环绕在血炎教剑周围挥出长剑，如此密集的攻击让血炎教剑也有些疲于应对。小子，你的实力不错嘛。这一道嘲笑声让男人再次想起曾经郑家庄的家人们。只见这时他的内力不断攀登，汇聚于长剑之上，狠狠斩出。现在的我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接着另外一只手伸出，将血炎教剑抓住，随后体内内力汇聚于手臂之上，瞬间将其手臂折断。手臂之上传来的剧痛瞬间让血炎教剑整个人暴怒起来，你这个小子怎么敢？而这道攻击正好在男人的计划之中，男人当即将手中长剑朝着上方挥出，直接将其手掌砍下。双臂传来的剧痛让血炎教剑只能不断痛苦大喊。男人再次一步踏出长剑，瞬间将血炎教剑胸膛洞穿。仅仅是几个呼吸之间，男人通过自己的计算，竟将江湖中闻名已久的红发无常杀死。血炎教剑口吐鲜血，看着男人，我居然会被一个区区白衣杀死。男人并不理会对方，长剑瞬间从他的胸膛拔出，而后整个人站立在原地，大口地喘着气。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男人才再次行动起来，观察四周。这时的男人才发现，这血炎教分部竟用一个巨坑堆积着被他们杀死的平民，其中大部分甚至还是只有几岁的孩童。此刻男人也只能为这些人惋惜，将其安葬。一段时间后，男人再次回到了立皇城几人安顿的客栈之中，而此刻他背上赫然背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小孩。轩辕见状连忙上前将男人背上小孩接下，这小孩不是已经死了吗？白美丽当即出声询问，出什么事了？你有受伤吗？男人看了一眼浑身的鲜血，没事，这些不是我的血，我发现了血炎教的分部。这时白美丽才长舒一口气，你没事就太好了。什么血炎教的分部？你在哪发现的？男人顿时将刚才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还不等男人说到将其击杀2名蓝衣瞳孔放大，当场愣住，你竟然遇到了血炎教剑，没想到这个地方竟还有血炎教分部。清明这时直接抓起手中长剑，无论任务是什么，血炎教是立皇城要铲除的目标，所以我们现在出发剿灭此处的血炎教分部。闪影这次就辛苦了，你先去休息吧，我和白前辈去将他们铲除。男人这时连忙出声，两位前辈不用去了，派官兵去就行了。此言一出，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闪影，你的意思是你将血炎教剑在内的所有人都杀死了吗？男人当即回答，是的，前辈，您的轻功咫尺天涯帮了我很大的忙。白美丽连忙出声，练到血炎教剑水平的家伙有奇特的再生功能，你有观察仔细吗？很多人好不容易打败了血炎教剑，因为不知道他们练的血功有再生能力，都
会背后受袭而死。男人直接将下方包裹提了上来，把头砍下，应该就没有顾虑了吧。任务完成后，几人当即打道回府向马真汇报。我一开始还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没想到还有分部的存在，说不定这也是一件好事，让白衣们感受一下生死危机。2名蓝衣顿时有些尴尬，生死危机嘛，那个我们还没有机会动手。闪影一个人出去侦查，然后自己就将血炎教分部灭了。此言一出，马真表情一僵，所以根本没有什么生死危机给他们试炼。清明和白美丽只能尴尬的点了点头。与此同时，刚刚回到丽皇城的男人脸色阴沉的思考着刚刚得到的消息，前代神剑团主回来了，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少年。那少年就是传闻中的入荒马家的养子，而那入荒马家就是男人母亲的娘家。但是母亲娘家之人从未来过曹县看望过郑家的人，就算是举行婚礼之时也并没有人参加，甚至在母亲因为生下我难产去世都没有人看望。他们如今好像已经和我母亲断绝了关系。第二天，马真当即召见了男人，城主听闻你完成任务要召见你。两人刚刚走出魔广义的演武场，顿时引起了丽皇城武者的议论，不敢相信那闪影竟这么年轻就独自一人灭掉了血炎教分部。马真见状向男人解释道，能够单枪匹马歼灭血炎教分部，就已经有资格踏入丽皇城的高手之列，所以你继续努力吧。男人却对这些赞美充耳不闻，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没有多余的时间。20岁之前我必须要练到神剑团主的实力，这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途，从白衣到蓝衣，然后和马真一样的黑衣，最后才是紫衣成为神剑团主。刚刚来到丽皇城主门前，两人便听到了其中的谈话。我记得你好像还有个外孙，城主区区一个庄园主的血统能有多厉害？不给丽皇城丢脸算万幸。我身边这个孩子才是继承人，虽然只是旁系，但资质出色。敲门之后，马真大步朝着屋内走去，只见此刻房内一名老者带着一名青年站在城主身边闲聊。男人当即认出了眼前这名老者，他就是前代神剑团主我的外公。男人只是在丽皇城主面前表露了自己的身份，竟让前代神剑团主和魔广义大主感到无比震惊。你竟然就是姐姐的儿子！闻言，男人都愣在了原地，他怎么都没想到和他相处了这么久的魔广义大主竟是自己的舅舅。此刻他也只能诚恳回答，对不起，我并不知道母亲家的情况，所以不知道你，而且我的本家已经被灭门了，没有了消息的来源。神剑团主和马真再次一愣，你说什么郑家被灭门了？看着两人的反应，男人也得到了结论，马家可能真的不知道郑家被灭门了。神剑团主马山愣了许久，还是朝着城主询问道，城主您能给我一点时间和他单独谈谈吗？男人这时却一步踏出，高声道，我虽然是你们马家出嫁女儿的儿子，但作为丽皇城武者，只有对外祖父立下的功劳表示敬意，除此以外我不想聊任何私事。城主见到如此戏剧的一幕，又看清了男人坚韧的品质，当即夸赞起来，闪影你的气魄很不错。可这时一道呐喊打断了几人谈话，只见马山带来的青年大喊，我不承认，这种人怎么会是祖父的直系亲人？而且你竟敢对前任神剑团主如此无礼！男人冷静地看着无能狂怒的年轻人，他好像忘记了现在还在丽皇城主面前，随后开口道，我不需要你的承认，而且我也不是丽皇马家的人，我现在是魔广义的闪影。此言一出，当即将青年激怒，你竟敢嘲讽马家！祖父请允许我和这个小子比武吧，我要向他证明血统没有任何价值。男人直接打断前方两人，你不用向我证明什么，既然你想让我知道你，我愿意接受你的要求，但是我没有必要把我的价值证明给你和你的家族。城主看够了之后也开口道，你们俩争吵就到这里吧。马山是陪伴我多年的知己，闪翼也是丽皇城前途无量的部下，既然你们双方的矛盾很大，那你们用武者的方式解决吧，赌注是彼此想要的东西。闪翼我知道你不占任何优势，所以我作为马真的朋友答应你，无论结果如何都实现你一个要求。闻言，男人眼神一亮，即使是我想要的那东西也可以给我吗？城主摇了摇头，这可不行，就算是隐退的马山求我也一样，只有神剑团主的功劳才能得到它，但是我可以将我的成名绝技传授给你。此言一出，在场所有人都大惊失色，被称为天下第一的城主传授武功。青年这时却露出了笑容，看来这小子赢了比赛后不打算帮祖父，而是想提出学武功啊。外祖绝对不会让这种人当继承人的，虽然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千年木果实，但城主的武学也是不错的东西。男人当即答应了下来。随后几人直接来到城主府内的演武场上，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使用，今天就让你们用吧。青年毫不犹豫将腰间手套戴了起来，准备施展马家绝学拳法。男人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前任神剑团主，现在对我来说魔广义已经足够了，所以不需要力荒马家。接着单手指向前方，来吧。青年当即被男人这种藐视的语气激怒，直接朝着前方袭去。你这家伙竟敢如此嚣张！随后来到男人面前，手中拳套不断凝聚力量。可当他一拳轰出之后，男人只是单手一拍，轻松躲过攻击，接着使出咫尺天涯，瞬间闪身来到青年身后。此时男人已经看出了对方的深浅，这家伙虽然武功不怎么样，但可能是吃了很多灵药的原因，内力比我强上许多。青年见男人躲过攻击，毫不犹豫再次拳中汇聚力量，男人也毫不犹豫施展出自己自创的内功心法正加功，在内功和咫尺天涯的加持之下，非常轻松的便躲过了前方青年袭来的攻击。可这却让青年越加愤怒，你这个只知道躲避的懦夫！男人却还是充耳不闻，不断躲避着对方的攻击，这就是真正的强拳马。他虽然性格轻率，但是练了名门武功，攻击力还是不容小觑。随着青年的攻击越来越快，他也耐不住性子，你为什么不拔剑动手？接着青年汇聚全身内力于拳上，狠狠一拳砸出，但男人还是轻飘飘单手挡住攻击，随后使出轻功朝着后方退去。看到你使用拳法，我也想起来了一套拳法，刚才只是试探，后面10招之内就可以了。一旁神剑团主马山闻言，能够10招之内打败他就已经算是天资卓越了。可了解男人的马真却知道男人的意思并不是这个，他说的不是10招之内结束，而是在10招之内自创一套拳法的意思。男人仅仅是与拳法大师比斗10招，竟让他自创出一套足以闻名于江湖的绝技。这一幕让力皇城主和前代神剑团主都感到无比吃惊，他才多大的年纪，仅仅是交手10招就能创造出这等功法。前方青年此刻也不愤怒，既然如此，那我会使出最强的功法。下一刻他单手握拳比出招式，力荒马家和华拳法。看着对方
方的气势不断攀登，男人也不禁赞叹起对方没有被我的话激怒，反而是冷静的调整心态。从他身上感觉到真气的波动，应该是受到了祖父严格的指导。男人缓缓开口，所谓的拳法是根据情况随时可以使用的功法，所以不要太在意招式，竭尽全力吧，你能让我看到很多新东西。青年直接被男人激怒，你别再大放厥词了。下一刻身体如炮弹似的直直的朝着男人砸去。这时的男人不再躲避，双手内力汇聚，接着一拳直直与少年的铁拳轰的砸在一起。仅仅是接下这一拳后，青年直接被打退了好几步。这家伙的力气好大！男人此刻毫不犹豫再次朝着前方袭去。这一幕让马真无比吃惊，他一拳过后内力竟没有散开，而是再次聚在一起，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才15岁啊！男人此刻自创的第二式拳法已然准备完毕，见状根本来不及反应的青年只能被动防御起来，却不料男人的攻击竟一次比一次强，一拳直接将青年的防御破开。周围三人静静的看着这一幕，这套拳法难道就是刚才从和华拳法中得到的感悟吗？一拳更比一拳强的招式就如蓄力一般，青年挨下这一击之后只得不断后退。这时的他看到了一旁从小到大照顾他的祖父，心中顿时一沉，连忙稳住身形，手中全力再次凝聚。男人察觉到了这一点，当即开口：“来吧，展现出你真正的实力。”青年闻言更加愤怒，狠狠的一掌直接朝着男人砸去。男人脚掌一转，一拳朝着对方掌法对去。这一拳之下，竟直接将青年的拳头打开，整个身子不受控制的向后方退去。下一刻，男人直接跟上青年倒退的步伐，手中竟凝聚出掌法。没想到他还有点新东西，掌法啊，真是有趣的东西。看到男人使出掌法的几名江湖顶尖高手大惊失色，只是看了一眼，竟创造出了掌法。这快速出击的一掌直接将青年击退了好几米远。前代神剑团主马山顿时大惊失色，竟然如此轻易就败了。只见前方青年已然无力再战，整个人跪倒在地上。这小子简直太可怕了，交手的次数越多，他创造的拳法越强，而且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新的武功，我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男人停手之后，不断感受着体内真气的流动，这次创造出的武功可以算是成名绝技了吧。厉皇城主见停手之后缓缓走向前方，真是难得一见的比武啊，甚至还在比武期间自创武功。男人连忙回头谦虚道：“实在惭愧，不知道有没有污了您的眼睛。”厉皇城主轻笑道：“如果你这能算污了我的眼，那前辈子都没有可以入眼的比武。你这套拳法叫什么名字？”男人淡淡的开口：“无极拳法。”马真这时也上前祝贺道：“辛苦你比武了，这次你创造了很棒的武功。”男人却摇了摇头：“我如今只是创造出了框架，但这套武功其中的招式让我很不满意，而且使用掌法时要依赖魔广功。”马真无奈的看着男人，如今在白衣中能接下你一击的人都不多。我以前虽然一直告诉自己不能被你的天赋吓到，但你成长的速度还是让我感到吃惊。男人闻言却并没有骄傲自满：“这快吗？可我只有5年的时间，必须更快才行。”却不料这时前代神剑团主竟从中走了出来：“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男人只是当着厉皇城主的面创造出了一套拳法，竟让前代神剑团主当场向他认错。要知道能成为神剑团主的人都是江湖中顶尖的强者，他们甚至能通过控制内力就操纵大部分人的生死。那种站在食物链顶端的人此刻竟向男人低头认错。一番思量之后，男人沉稳地回答道：“外祖父您这样让我非常有负担，过去的岁月中我从未见过你，这件事已无法挽回。对于我来说，如今母亲的家人就和其他没有关系的人一样，现在的我已经是厉皇城魔广义的武者，他们是我的家人。”前代神剑团主马山神情没落：“我们的感情可以慢慢培养的。”男人却直接拒绝：“我连练武的时间都不够，刚才也是您的孙子蛮横的要和我比武，现在我赢下了他，所以请您尊敬我作为武者的身份。”见现场气氛陷入了尴尬，厉皇城主当即站了出来：“闪影已经赢下了比武，那奖励就由我安排一下，我会传授你想学习的武功，而且你还可以向厉荒马家提出一个要求。”男人闻言当即答应道：“我有需要时会通过大主马真告诉厉荒马家的。”马真一脸委屈：“我只是来看戏的，怎么又成为我的侄儿和马家的传话筒了？”一段时间后，马真和男人一起踏上了回魔广义的路途。这时的马真像是下定了决心似的，面色严肃地叫住了前方之人：“闪影，我有个任务需要你帮忙，那便是关于紫霄丹的任务。它被称为武林至宝华山派的灵药，现如今华山派弄丢了紫霄丹，无数门派和武林人为了得到紫霄丹开始蠢蠢欲动，现如今武林再次乱了起来，所以现在我们要和华山派一起寻找紫霄丹，而我们厉皇城表面上是为了寻找丹药，但实际要做的是减少人祸。”男人开始不断思考起这件任务的得失，听说这次的纷争闹得很大，实战时可能要用剑。马真叹了一口气回答道：“是的，但我觉得这次的任务对你非常有利，这可是一次能和世界各地有名武者交手的机会，如果以你的资质特性，可以得到远超过苦修得到的进步。”一段时间后，魔广义一行人组成的小队踏入了西安的地界。轩辕这时却感到有些可惜，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厉荒城帮助华山派，所以我们不能穿厉荒城的武服，都不能耀武扬威了。这时前方突然走出一群身穿白色武服的人：“你们就是厉荒城的高手吧？我们等了很久了。”看着眼前之人，男人当即分辨出了他，川普真人，他是梅花剑客中的老大，更是江湖中有名的超级高手。这次厉皇城为了配合他的等级，甚至就连黑衣马真都亲自出面了。见到他的第一面，我就感觉他的武功和马真不相上下。川普这时看着马真身后的2名蓝衣，继续道：“都是熟面孔啊，那就不用介绍了。我知道了厉皇城对待这件事的想法，不过你们竟然还带了徒弟过来。”闻言，男人当即明白了过来，自己的年龄太小了，对方根本没有把他当成厉皇城的白衣，而是把我当成了马真的弟子。马真见状，刚想解释，却不料对方手掌朝着前方一推，那位厉皇城的弟子身手好像不凡，要不然和我们掌门人的徒弟比划一下，当做2方人马的见面节目吧。这时的马真也明白了过来，看来是想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啊，毕竟要和我们一起行动，高手之间不好意思比武，想用门派的未来分个高低嘛。接着马真直接转头朝着男人看了一眼，这时的男人也明白了过来，当即放下手中的包裹，拿起武器。突然对方人群中却传出一道桀骜不驯的声音：“师叔，您又要做麻烦事，5招解决他可以吗？”川普为了照顾对方颜面，连忙解释道：“你能在比武中学到很多东西，拼
尽全力吧。对方却更加狂傲，我不知道对方有什么可以让我学的，听他们的武功就不怎么样。男人却面色严肃地走向前方，对方如此狂傲，华山派的武功到底有多深奥？随后询问似的问向前方青年，你说5招之内打败我？青年一脸不屑，哟，你伤自尊了，对不起，我不是小瞧你，今天早上的修炼有点累了，不自觉地说了这句话。在下华山派华光。轩辕闻言大惊失色，华光可是华山派的乾隆，听说他是华山派掌门真人认定的绝世奇才，被称为华山派的未来，而且江湖传言他已经开始修炼紫霞神功了。这种闻名江湖许久的家伙，闪影真的能打过对方吗？这时的闪影已然做好了准备，目视前方。厉皇城魔广义白衣闪影请赐教。他是被誉为华山派千年难见的天才少年，在见到男人的第一时间便表示10招之内将他解决。然而他的口出狂言在厉皇城众武者面前就如笑话似的。此刻听到男人爆出自己是厉皇城的白衣华光，也是稍微一愣，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因为他不认为这世上能有与他天赋相提并论之人。下一刻他当即使出华山派轻功暗香飘，瞬间出现在男人面前。只见此刻男人眼前出现无数道手掌在面前晃动，这难道是华山派的落影掌法？招式多变，很难分清哪一掌是真正的攻击。他此刻也毫不犹豫使出自己自创的拳法无极拳，第一招落线，瞬间身体四周爆发出金黄色的内力，与前方华光蓝色内力对撞在一起。只是刚刚碰撞，华光就暗道不妙，这家伙的力气为什么这么大？但还不等他回过神来，男人已经使出轻功来到他的面前。男人靠近他后，直直一脚踩下，瞬间将华光凝聚出的内力击碎，接着一拳直直朝着华光袭去，无极拳第2式振臂。猝不及防之下，华光连忙使出落影掌法的后续掌法阻挡。见到对方使出的掌法，男人此刻也心有所感，我的无极拳法第3式已经有所感悟了。快速行动之中，男人朝着华光说道：“多打一会儿吧，我想过个10招左右。”被对方以自己傲慢的语气回击，这时还无法反驳的华光怒气更盛，而男人却心如止水，手中内力不断凝聚，使出刚刚领悟的无极拳法第3式。看到如此气势磅礴的一招，一旁华山派长老川普无比震惊，这是什么拳法，竟比我华山派落影掌还强？只见此刻男人一拳打出，前方空气之中竟引发了内力形成的爆炸，随着那些内力在空气之中炸开，华光直接被爆炸震飞了出去。挨下这一击的他更是无力再站起来，只能躺在地上不断喘气。这一幕让华山派所有人感到无比吃惊，这才3招就败了，他真的是我们认识那个被掌门誉为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吗？男人这时却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刚才那个攻击可以当作是第3式了，将它取名为无极拳法第3式拳花。当他回过神后，才发现周围华山派所有人震惊的目光，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少年只用了3招啊，他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从未听说过？川普看到华光败得如此之惨，也有些恼怒，吩咐手下将他带回来，接着转头朝着马真开口：“厉皇城养了一条乾隆啊，看来武林还会被你们压制很多年。”马真却不认同，这个比喻有点过了，只要你们不对百姓出手，我们厉皇城也不会出手。川普当即不屑地转头，不与其争辩。厉皇城这么多年的借口还是没变啊，你叫闪影是吧？厉皇城的白衣，今天你让我见识到不凡的武功，虽然和华山的落影掌法有点像，但你不可能练过华山武功，我没想到天下还有这种武功。不过今天这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刺激懒惰的掌门弟子。如果你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要离开厉皇城的话，华山愿意把你当成贵宾对待。闻言，马真当即怒道：“川普，你越线了！”川普此刻也知道自己失言了，连忙道歉：“我承认刚刚贪念遮住了我的眼睛，让你见丑了。如此优秀的年轻人在我面前出现，我又怎能不心动？”此刻后方2名蓝衣已经发现了男人的不对劲，闪影身体已经坚持不住了，内力耗光了。确实如此，刚才的招式用光了他体内所有内力，无极拳所有招式都非常消耗内力，这对于现在我的身体是很大的负担。看来后面实战时只能用剑了。很快回到客栈之后，清明直截了当的提出了意见：“你要快点打开中丹田才行，既然内功不够，只能补充持久力了。”男人却有些懵逼：“你说的中丹田是什么东西？”白美丽这时适当插入话题：“你竟然不懂中丹田的功能？这可是头部装上丹田都给不了的效果，有了它之后，你的内力会变得更加结实。”闻言，男人还是一头雾水，内功变得结实，这是什么意思？白美丽只能细致的解释起来：“就是提高效率的意思。你听过高手们大战7天7夜也不会累的说法吧？他们就是修炼了中丹田，让真气流动变得稳定，可以施展好几次大招式，就算受到强大的攻击也不会打断内功的流动。而这也是清明能和南宫第一剑交手的原因，所以你现在需要的就是学会这个。”男人当即朝着白美丽询问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中丹田？你继续练下丹田的话，自动会打开的。平时最好以上半身为中心运气调息。”男人此刻却等不及，慢慢来，当即起身：“姐姐有没有更快的办法？”男人突如其来的一句姐姐打得白美丽措不及手，瞬间白美丽脸上泛起红晕，像是在享受这句姐姐似的。男人只是朝着前方女侠叫了一声姐姐，竟让她学会了江湖中所有人梦寐以求的中丹田开气法。拥有中丹田后，体内的内力会不断被压缩，这是想成为顶尖高手必须学会的技能。这时马真探查消息后回到客栈之中，放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消息：那个偷取丹药的犯人是黑鬼江湖中家喻户晓的盗贼，也是偷走白美丽家传秘籍的那个家伙。此言一出，让周围几人大惊失色，这家伙竟然还偷走过白前辈的武功秘籍。马真当即向几人下达命令：从现在开始，我们将逐一砸毁与黑鬼有关的武林门派，然后华山在我们吸引他们注意的时候，偷偷潜入这些门派内部查看。男人顿时一愣：我们以什么名义去上门挑衅这些邪派？清明这时竟哈哈大笑起来：看来你并不了解这些邪派武林中人啊，他们就连所在的驻地都是抢夺别人的，没有经过朝廷的认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抢夺平民东西的盗贼而已，根本不需要什么名义。这些啃食国家的蛀虫之所以没有将他们赶尽杀绝，只是因为杀了一批又会出现新的而已。我们
们这次先定下5个门派，我负责其中2个。男人当即说道：“我这次想独自完成任务。”马真这时摇了摇头：“你一个人太危险了，独自对付一个门派又是另外一回事。变数最多的就是群体战斗，就连顶尖高手在人海战术下都会败下阵来。”男人眼神却无比坚定：“就算如此，我以后迟早也需要独自行动的。”闻言，马真沉默良久后开口道：“好，既然如此，任务就这样分配吧。山鹰，你的目标是西安莲湖县的螳螂派。我打听过了，他们是一群极其恶劣的家伙，在附近一直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任务目标就是单独一人前去将他们整个门派灭门。”很快，一名小厮便带领着男人前往莲湖县。看着前方如此年轻的少年，他也感到不可思议。您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螳螂派可不是一般的货色，他们有数十名习武之人，听说一个小喽啰就可以横扫莲湖一带。男人当即让其放心，你将他们的详细情报说清楚就行。小厮连忙汇报起来，他们是3年前平定莲湖县一带后冒出来的，就连县令都听命于他们，而且他们使用的武功和武器花样非常多。我曾经也只是在远处探查过他们的身法，也很快眼睛都难以跟上。曾经就有人被他们一刀砍掉了2个脑袋，现在整个莲湖县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中，外人根本插不进手。男人立刻将这些情报汇总起来，虽然他们武学体系很杂，但确实练过武功。很快，2人便来到了莲湖县之中。只是刚刚踏入莲湖县的管辖范围之内，便让男人看到触目惊心的一幕：几名邪道武者将县内的平民女子一个个捆绑在一起，由他们玩弄。看到如此胆大妄为的动作，男人当即下到决心，这个地方真的需要建立一个立皇城分部，对这些邪教武者进行管辖。接着，他径直地朝着几人走去。我还是要向你们确认一件事，你们是官兵吗？还有这些被绑着的人，真是所谓的罪犯吗？前方武者并不想理会这个多管闲事的少年，当即掏出飞镖，毫不犹豫地朝着前方男人所在的地方扔了过去。男人却只是单手轻轻一抓，便将飞驰而来的暗器抓住。下一刻，武器刀锋一转，狠狠地朝着前方扔了出去。魔广绝快剑士一刀之下，轻松就将朝着男人出手的光头击杀。这一幕让周围剩余的4名武者大惊失色，连忙警惕起来。身手不错嘛，小家伙是在哪家武馆学习过吧？我们可能还认识呢，别伤害了自己人。其中一人拔出长剑，缓缓上前，速度也挺快的。你刚才使用的是哪派的武功？男人直接将手中长剑拔了出来，不必报名了，我们不是一路人。瞬间，一道剑光从刚才那名武者的头顶上。当剑光消失时，那人已然被这道剑光一分为2。看到这一幕，后方几人根本不知如何是好。男人也并不打算给他们几人反应的机会，使出咫尺天涯一步踏出。接着，魔广一之中的快剑是瞬间在几人身体周围闪过，几人仅仅是一瞬间便已是失手分离。一个呼吸之间，男人直接将在莲湖县横行霸道许久的恶霸解决，这让周围的村民无比震惊，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一段时间后才反应过来，连忙冲上前方将被绑的女子救下，随后不断的朝着拯救他们的男人感谢。男人回应完感谢之后，直勾勾的朝着后方小厮看去，螳螂派在哪里？小厮无比震惊的朝着一处宅院指去，就在那边。这时的男人毫不犹豫拿着长剑直直朝着宅院走去。来到螳螂派之后，毫不停留，一脚朝着大门踹去，轰的一声，大门直接被男人一脚踹开。然而门派之中赫然站立着无数名目光凶狠的武者，自立为王的老头怎么都没想到，眼前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将会让他的皇帝梦走向结尾。见到前方少年，老头缓缓朝着下方走去。区一个毛头小子竟敢杀害我门下子民！男人却只是默默地观察着眼前之人，他竟敢穿上只有皇帝才能穿的龙袍，莫非已经打算造反了？老头此刻已然走向下方，命令道：“你们都别插手，我要亲手解决这个小子。我这把尚方宝剑好久没有尝过人血的味道，小子，就算你想要行侠仗义，又何必在我的地盘上出手？我们这种势力不是你这种小崽子惹得起的。”男人却只是平静地询问眼前之人：“你叫什么名字？竟敢穿龙袍？”老头被戳破后也不伪装了，一个将死之人知道本座名号又有何用？男人这时竟走到了人群中央，我可要知道你的名字，不然怎么上报功劳？老头顿时咬牙切齿，小子还敢在这大言不惭！下一刻，他直接化作一道流光，直直地朝着前方扑去。小子去死吧！看着对方袭来的攻击，男人竟愣在原地。他使用的是快剑吗？难道是因为这段时间成长得太快了，我竟然能看到他剑的轨迹？接着，男人一剑直直地朝着袭来的攻击斩去，直接将攻击挡了回去。接下这一剑的老头直接被弹出去了几十米远。看着手中冒烟的长剑，老头无比震惊，他到底是什么怪物，力量这么大？见情况不妙，老头当即朝着周围的手下示意，周围手下当即明白过来，纷纷拔出武器。随着老头一声令下，周围武者纷纷上前将男人团团包围，接着齐齐朝着男人四周砍去。这时的男人却丝毫不慌，当即使出咫尺天涯，轻松躲过来自四周的攻击，而后更是拿起手中长剑朝着周围武者反击。几息之后，男人反击的却越来越流畅，围攻他的武者们无一不露出惊恐的神情，这到底是哪来的高手？在不断的进攻防御之下，男人逐渐领悟了新的招式，我竟然能看到剑路他们武器攻击最后落点的位置，这让男人躲避起这些攻击更加的丝滑。随后他直接利用身法冲出这些武者的包围圈，接着找准机会化作一道流光，再次从人群中穿过，而他手中的长剑也丝毫没有停歇，剑光不断在这些人身上流转。当最后一剑落下之后，男人也来到了老头身后，只见这时男人的背后爆发出无数道惨叫，鲜血四处喷涌。看到这一幕的老头不断向后方退去，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怪物？男人却丝毫不给老头反应的机会，身体再次腾空，长剑直直的朝着下方老头劈去，仅仅是这一剑之下，直接将整个地面劈出一道痕迹。老头更是在丝毫没有反应之下被其一分为二，随后尸体重重的倒在碎裂的地板之上。这时的男人才缓缓朝着后方还活着的几人开口：“今天我就是要将你们螳螂派灭掉。”还剩下的几人顿时面色惊恐，大叫：“这个家伙简直就是疯子！快去把血炎魔剑叫过来，不然我们都得死！”闻言瞬
瞬间引起了男人的注意。血炎魔剑，你们的幕后黑手既然是血炎魔教。这时几人却不敢再回答男人的问题，只能惊恐地看着他。男人毫不犹豫闪身过去，直直地将其中一人脖子掐住。回答我的问题。生死危机之下，那人也只好回答：是的，没错，他现在应该是在别院里睡觉。男人当即疑惑起来，在睡觉，如果他真的是血炎魔剑，不可能察觉不到这么大的动静。下一刻，一柄长剑直直地朝着男人袭去。早有防备的男人当即转身挥舞起武器，将攻击挡下。这时，一道身影也从后方翻墙而入，从男人上方飘过，接着缓缓落在刚才被击飞出去的长剑旁，将长剑握在手中后，才缓缓转身看向男人。原来是个有2把刷子的小家伙呀，没想到竟能挡住我一击。看到此人，男人顿时瞳孔放大，这人的头发几乎全部都要变为黑色了，绝对是血炎魔教最顶尖的高手。